每天对谈一本书，大家好，欢迎收看与书谈。今天我们聊的这本书叫《爆笑吧心理学大神来了》，作者是池宇凯老师。这个书挺有意思的，是里面提到了很多心理学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但切入点很特别，不是干巴巴的讲理论，而是讲了他们很多可以说是黑历史或者小怪癖。比如书里开篇就来个打油诗，斯基纳的鸽子，桑代克的猫，洛仁茨的鸭子水上漂，一下子就把人带到那个有点奇怪又有点好玩的氛围里了。而且作者的那个调侃，什么弗洛伊德是老流氓，皮亚杰是老顽童，斯基纳像虐待狂，虽然是戏称吧，但却是点出了一个问题：这些我们奉若神明的大神，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就想借着这本书里的一些趣闻轶事，深入聊聊这个话题。了解这些心理学奠基者的真面目，会改变我们对他们理论的看法吗？或者说，是不是反而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心理学这门学科本身？很多人一提到心理学，可能就想到心理咨询，或者觉得心理学家都是那种特别理性、完美的人。但实际上，他们也是凡人，有七情六欲，甚至可以说，有些人的生活比普通人还要波澜壮观得多。那我们就不妨按照时间的顺序，先从最早的那几位开创者聊起，比如科学心理学之父冯特。一提到他，就是严谨，德国式的严谨，写了好多书，著作等身。生活规律的，据说跟哲学家康德有一拼，每天散步的时间都固定不变。但是他那个赖比锡大学的心理学实验室，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争取官方承认的过程可没那么严谨。书里提到，好像是学校不太重视。据说冯特最后是拿我要跳槽去别的大学来威胁或者说施压吧，校领导才最终点头，给了实验室正式的名分。他的影响力特别大，他的学生遍布世界，比如我们中国的蔡元培先生就是他的学生。说到冯特的学生，就得提吉纳了。他把冯特的构造心理学带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上课的时候坚持要穿牛津大学那种学者的长袍，但他私下里烟瘾极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据说他经常一边抽雪茄一边跟学生讨论，烟雾缭绕的，甚至还放话说，一个男人如果不会抽烟，那就根本别想成为心理学家。还听说他因为抽烟，有一次差点把自己的胡子给点着了。是有这个传闻，但更有意思的是他的矛盾之处。他组织了一个记录部，叫实验主义者记录部，定期讨论心理学前沿问题，但坚决反对女性参加。但他自己却亲自指导出了美国第一位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女性玛格丽特·沃什堡尔。她后来在动物心理学和比较心理学领域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个反差确实挺大的，一方面是性别歧视，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中培养了杰出的女性学者，可能反映了那个时代背景下个人观点和社会现实的一种复杂交织吧。他可能骨子里有那个时代的偏见，但在学术指导上又能超越这种偏见，看到学生的才华。这种复杂性其实在很多大神身上都能看到。确实。那我们再聊聊美国的另一位大神威廉·詹姆斯，美国心理学之父。他家境非常好，哥哥是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他自己年轻时兴趣广泛，学过绘画、化学、医学，最后才落脚到心理学和哲学。他的代表作《心理学原理》写了整整12年，这本书影响深远。但他自己写完之后，居然说对他感到令人厌恶，这是为什么？这个说法有很多解读。有人说是因为写作过程太痛苦漫长了，也有人说是因为他觉得书里的内容已经跟不上自己思想的发展了。他是个思想非常活跃，他提出的意识流概念就是反对冯特那种试图把意识分解成基本元素的做法。他认为意识是流动的、连续的、个人的，根本没法像化学元素一样去分析。这个意识流的概念影响很大，不光是心理学，对文学创作也有启发。对，还有他那个著名的情绪理论也很有颠覆性，就是我们常说的 James Langer 理论。我们先是感知到了身体的变化，比如遇到熊，心跳加速，肌肉紧张，开始逃跑，然后才体验到害怕这种情绪，是身体反应在前，情绪体验在后。这个理论在当时肯定引起了很大争议吧，太反直觉了。那可不，直到现在也还在讨论。但这确实启发了后来的研究，包括现在很火的具身认知，还有像《正能量》那本书里提到的，通过改变身体姿态来影响情绪，都跟这个思路有点关系。先有行为，再有感觉，挺有意思的。
他还研究过什么特别的领域吗？他晚年对超心理学很感兴趣，研究一些心灵感应、濒死体验之类的现象，这在当时的学术界也是比较非主流的。但这也能看出他思想的开放性，或者说他不受传统学科边界的限制。确实是个思想很自由的人。那下一位，高尔顿，达尔文的表弟，这位好像更跨界。高尔顿简直是个通才，他涉猎的领域太多了，地理学、气象学、生物学、统计学，心理学在他来说可能更像是玩票性质的。玩票还能玩成一代宗师，他开创了个体差异测量和统计方法在心理学中的应用，对吧？是的，他对测量有种近乎痴迷的热情，想把一切都量化。书里提到他一些特别逗的轶事，比如为了亲身体验药物效果，他按照字母顺序去尝药柜里的药，结果尝到字母 C 开头的巴豆油 Croton Oil， 使那个强力泻药给彻底打败了，实验被迫终止。他还搞过什么美女地图？对，他试图通过观察和技术绘制出一张英国各地美女分布品位的地图。这个想法现在看来有点奇怪，甚至冒犯，但在他那里核心还是测量和比较。他还发明了指纹识别技术，设计了早期的数据统计方法，像相关系数、回归分析这些概念都跟他有关。所以他虽然是玩票，但他的方法论对后来的心理学，尤其是心理测量领域影响巨大。没错，奠基者们的故事就这么精彩了。那接下来我们进入那三大流派的创始人。先说精神分析，这三位：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弗洛伊德这位大概是心理学家里最大众熟知，也是争议最大的了。书里直接叫他老流氓。这个称呼当然是带点戏谑和批判的。弗洛伊德的理论，尤其是关于性、潜意识、恋母情节这些，在当时和现在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书里也提到，有人猜测他提出恋母情节，可能跟他自己的早年经历，甚至和他与小姨子的关系有关。当然，这些都属于推测和八卦的范畴了。但他那个经典的治疗设置，让病人躺在沙发上，分析师坐在病人看不到的地方，这个设置的由来，书里说的挺有意思。据说不是出于什么高深的理论考虑，最初仅仅是因为弗洛伊德觉得无法忍受一天8小时被别人盯着看，至少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但无心插柳，这个设置后来被认为有助于病人的自由联想和移情的发生。你看，很多东西的起源可能就是这么偶然。他还大力推广过可卡因。是的，在可卡因的成瘾性和危害被充分认识之前，弗洛伊德一度认为它是一种神奇的药物，能治疗抑郁、消化不良等等，自己也用，还推荐给朋友和病人。后来认识到问题后才停止，也是他人生中的一个污点吧。他和荣格的关系也是一大看点。从最初的亲密无间，弗洛伊德视荣格为王储，到最后彻底决裂。他们俩的分歧表面上是理论上的，比如对利比多、性能量的定义、潜意识的看法等等，但深层原因很复杂，可能也掺杂了个人情感、权力斗争，甚至有传言涉及到弗洛伊德的小姨子。荣格后来就走向了和弗洛伊德完全不同的道路。荣格对神秘主义、炼金术、东方哲学非常着迷，他对《易经》《经花了秘密》一本道家内丹著作都有深入研究。他提出的集体无意识、原型、共识性或者叫同步性，这些概念都带有超越个人经验、探索人类深层精神世界的色彩。听说他跟弗洛伊德第一次见面就聊了13个小时，据说两人一见如故，从下午一直聊到深夜，可见最初的吸引力有多强。但后来分道扬镳，也是挺让人唏嘘的。荣格自己的生活也挺复杂的，他有过婚外情，包括和他的病人后来的助手萨宾娜·斯皮勒林以及托尼·沃尔夫，形成了一种非常规则的3人行关系。这确实跟我们想象中那种严谨的学者形象不太一样。还有他提到过自己家里发生过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比如书架突然发出爆裂声，他把这看作是某种催化显示或者超自然现象的证据，这些都让他显得更加与众不同。那同属精神分析阵营的阿德勒呢？阿德勒可以说是草根逆袭的代表。他小时候家境不好，个子矮小，身体也不好，还得过佝偻病，差点夭折。
学习成绩也不突出，老师甚至建议他父亲让他去做鞋匠，所以书里叫他自卑丑男。可以说他的童年充满了挫折和自卑感，但他没有被打倒，反而发奋努力，最终成为一名医生，后来又转向心理学。他创立的个体心理学核心概念就是自卑感及其补偿和追求优越感。他认为自卑感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力，人们一生都在努力克服自卑，追求优越感，以补偿早年的不足。他自己的人生就是这个理论最生动的主角。他跟弗洛伊德也决裂了，他不同意弗洛伊德过分强调性本能，更强调社会因素和个人选择的重要性。这么看来，精神分析内部本身就充满了张力。那我们转向行为主义学派，巴甫洛夫，这位好像是误入心理学界的。巴甫洛夫是生理学家，他因为研究狗的消化腺分泌，就是那个著名的狗摇铃流口水的实验，发现了条件反射现象，还得了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压根没想搞心理学，甚至很讨厌心理学的术语。讨厌到什么程度？据说他开会时，如果听到有人用心理这样的词，他会非常生气，甚至开玩笑说，谁用心理学术语就该被枪毙。他坚持要用纯粹生理学的可观察的语言来描述现象。真是个耿直的老爷子，脾气还很暴躁。是出了名的暴躁，对实验要求极其严格，对学生和助手非常严厉，经常发火。但奇怪的是，学生们好像对他又敬又怕，甚至有点书里开玩笑说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是那种对严厉权威的依赖和崇拜。他临终前还在记录自己的感受。据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非常冷静地口述自己身体衰亡的生理感受，让助手记录下来，真是一辈子献身科学研究了。行为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华生，好像人生就更戏剧化了。那是行为主义的旗手，长得还特别英俊。他非常激进，公开宣称心理学应该彻底抛弃对意识、感觉这些内部状态的研究，只研究可观察、可测量的行为。他那句名言，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我可以保证在随机选中任何一个，我都能把他训练成为我所选定的任何类型的人物，医生、律师、艺术家、商界领袖，甚至乞丐或窃贼。但他自己的生活却相当混乱。他跟自己的女学生罗萨里·蕾娜发生了婚外情，而且写给他的情书写得非常露骨，结果被他妻子发现了，闹得满城风雨，最终导致他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除，学术生涯基本断送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丑闻是很难被学术圈容忍的。不过，华生后来转行去了广告界，他把行为主义的原理，比如条件反射、情绪诱导这些，成功的应用到了广告营销中，开创了很多现代广告的策略，可以说是失之东隅，烧之桑榆吧。但他那个小艾伯特实验争议很大吧？就是让一个婴儿对小白鼠产生恐惧。这个实验在伦理上争议极大。他们通过把小白鼠和敲击铁棒配对出现，让原本不怕老鼠的婴儿对老鼠产生了强烈的恐惧，而且这种恐惧还泛化到了其他毛茸茸的物体上，比如兔子、狗、皮毛大衣。关键是他们后来好像并没有完全消除艾伯特的这种恐惧，这在今天看来是绝对不允许的，严重违反了研究伦理。那行为主义的另一位大佬斯金纳呢？斯金纳操作性条件反射，斯金纳箱。他强调行为是可以通过其后果、奖励或惩罚来塑造和控制的。他本人是个极度自律的人，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按时写作、做实验，像个精密的手艺人。他发明的那个育婴箱是怎么回事儿？那个叫空 Baby Conditioner， 是他为自己女儿设计的一个温湿度可控、清洁卫生的玻璃箱子。他的想法是提供一个最优化的环境，减少婴儿哭闹，解放父母。但他这个发明被媒体和公众误解和歪曲了，很多人以为他是把女儿当实验品关在箱子里进行行为控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批评。虽然他的设计理念确实体现了行为主义那种控制环境来塑造行为的思想，但远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他女儿后来也过着正常的生活。但他那句名言，
如果必须在烧掉我的孩子和烧掉我的书之间做选择，我选择烧掉我的孩子。这话确实是他说的，但他自己后来解释说，这话主要是为了语不惊人死不休，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和思考。他想表达的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书比个体生命更重要。这当然是一种非常极端的，也很有争议的观点表达。他大学毕业后花了1年时间尝试写作，结果发现自己写不出来什么东西，然后才决定去哈佛读心理学。可以说是文学路走不通，才误入心理学歧途的。看来这些大神们的人生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呐。那人本主义这边呢？马斯洛和罗杰斯他们感觉画风会温和一些。相对来说是的，人本主义被称为心理学的第3势力，就是反对精神分析的悲观和行为主义的机械。马斯洛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就是那个金字塔，从生理需求到安全、归属、尊重，最高是自我实现。这个理论非常有名，也很有启发性。是的，但马斯洛本人的童年其实相当不幸。据说他母亲非常刻薄、迷信，他非常恨他，甚至说他所有关于人性的研究都是为了证明他母亲是个例外。他父亲也经常贬低他，说他长得丑。这么看来，他提出关注人的潜能和自我实现，是不是也跟他自己渴望摆脱不幸童年，追求更好的人生有关？很有可能，他是在后来娶了自己的表妹，这在当时是合法的，才体验到了所谓的高峰体验，就是那种强烈的幸福感和超越感，也影响了他的理论。对了，他的智商据说高达195。那罗杰斯呢？感觉他是个老好人。罗杰斯给人的印象就是非常真诚、温婉。他提出了来访者中心疗法，核心就是相信每个人都有自我成长的潜力。咨询师的角色不是指导，而是提供一个安全、接纳的环境。少说多听。但据说他提出这种非指导性疗法的灵感，部分源于一次咨询经历。那次他面对一个来访者，谈了很久都感觉没什么进展。最后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就坦诚地告诉对方自己束手无策。没想到正是这次坦诚的无话可说，反而促使来访者开始深入的自我探索，取得了突破。书里提到他口才其实一般，但他非常擅长写情书，最终打动了青梅竹马的海伦。这也挺符合他后来强调真诚沟通的理念吧。还有格式塔学派的科勒做那个猩猩实验的，他在一战期间被困在了一个海岛上，利用这个机会研究猩猩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了著名的顿悟学习理论。就是说，猩猩不是通过尝试错误，而是突然间一下明白了怎么把箱子叠起来拿到高处的香蕉。这个实验很有名，但他当时还被怀疑是间谍。是的，因为他研究的那个岛屿特内里菲岛地理位置比较敏感，而且他是德国人，所以当时有人怀疑他是不是以研究猩猩为掩护，在为德国政府收集情报，当然就并没有证据。最后还有一位敏斯特伯格，应用心理学的先驱。对，明斯特伯格是詹姆斯的学生，把心理学原理应用到了工业、法律、教育等很多领域，比如工业心理学的员工选拔，法庭心理学里的目击证人词可靠性分析，他都做过开创性的工作。但他有些观点争议也很大，比如反对女性读研究生，反对美国的禁酒令。而且他因为在一战期间坚持亲德立场，受到了美国学界的排挤和忽视，挺可惜的。书里还提到一个小细节，说他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防止办公室闲聊，发明了办公室隔板。不知道现在办公室格子间的起源是不是跟他有关？这些塑造了心理学版图的大神们，真的远非我们想象中那样刻板或者完美。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矛盾、怪癖，甚至不光彩的一面。没错，了解这些故事，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更立体地认识了这些人。他们不是抽象理论的化身，而是有血有肉的，在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下生活和思考的个体。他们的优点、缺点、经历、挣扎，都可能以某种方式，有意或无意地渗透到了他们的理论建构中。就像书里提到的，钱钟书先生有个著名的比喻，说吃了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何必去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但作者池玉开老师显然不同意，他觉得认识这只母鸡能让我们对这个鸡蛋有更丰富、更深刻的理解。知道这些背景故事，
可能下次我们再读到弗洛伊德的理论，或者看到丝巾纱箱的图片时，脑海里浮现的就不只是理论本身了，还会联想到他们那些有点离谱又很真实的故事。这或许能成为一个记忆的锚点，或者一个批判性思考的起点。它提醒我们，伟大的思想往往诞生于并那么伟大甚至充满缺陷的凡人生活之中，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值得玩味的事情。科学的发展，理论的演进，背后都离不开具体的人，离不开人性的复杂。在听了这么多心理学大神们的幕后故事之后，你是什么感觉呢？是觉得原来他们是这样的人，从而对他们的理论或者心理学这门学科更感兴趣了，觉得它更有料，更贴近生活了？还是说你会觉得有点人设崩塌，觉得这些不完美之处会影响你对他们理论的信任度？也许你可以想一想，在你所敬佩或者关注的其他领域，比如文学、艺术、科学，去了解那些大神们的个人经历，是否也会带来类似的感受和启发？这种对下蛋母鸡的探究，对你理解他们创造的鸡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好，带着这个思考，我们今天的对谈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